随着10月10号俄军轰炸基辅，乌克兰次日对其进行了回应。就在10月11号，根据别尔哥罗德州政府向外发布的消息，乌军向该州一处变电站发动了袭击，致使当地2000多名居民断电。显然，这正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强力反击。那么，乌克兰对于俄本土的打击都有哪些呢？这次被炸暴露了俄罗斯的哪些问题呢？别急，跟大兵一步步往下看。就在10月10号上午8点左右，基辅市中心传来了连绵的爆炸声。基辅市长不久便在社交媒体上向外宣称，基辅市中心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市内的地铁全部停运，所有车站开始向民众开放避难所。有记者称，基辅市多地上空升起了黑烟，多个建筑物和汽车被导弹击中，随后多辆救护车前往爆炸现场。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向外宣称，有导弹袭击基辅市中心的弗拉基米尔大街。值得注意的是，乌国家安全局办公室就位于这条大街，就连总统办公室也相距不远。此外，市内许多区域在受到导弹袭击后停电。除了基辅市外，从东部的哈尔科夫到西部的利沃夫等众多城市也都受到了俄军导弹的袭击，多个城市和地区的互联网和电力被切断。利沃夫当局负责人向外声称，该市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打击，水电供应基本中断。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当天向外发布消息称，基辅和其他8个地区发生了30多起因导弹袭击而引起的火灾，许多关键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与之前俄军针对基辅郊区某些军事设施发动袭击不同，这次袭击的目标呢，主要是针对市中心和基础设施。对于俄罗斯的此番举动，乌克兰肯定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就有了大兵开篇说的别尔格罗德州被炸的事件。其实从10月以来呢，乌军对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城市，例如库尔斯克、布良斯克以及别尔格罗德等地区的袭击是显著增加。根据俄罗斯宣称的消息，这些袭击主要集中在与哈尔科夫相邻的别尔哥罗德州。在此前9月份，随着乌军发动猛烈反攻，导致俄军从伊久姆溃败之后，乌克兰就迅速收复了哈尔科夫的全部土地。过去40天内，重新夺回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失地，先锋部队更是打到了俄乌边境。此外，附近的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地区也成为乌军袭击的重点目标。尤其是在10月的第1周期间，乌军使用大炮、火箭、迫击炮以及无人机等武器，对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布良斯克以及别尔格罗德等区域的32个定居点进行了超过100次的炮击，造成了1人死亡、5人受伤。此外，根据俄罗斯发布的消息，由于受到来自乌克兰的打击，俄境内2座变电站、2座行政大楼、11座住宅楼以及跨越州界的8个检查站遭到破坏。另外，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持续的7个月内，俄国内城市多次成为乌军打击目标。就在9月18号，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乌军再次炮击了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区域，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现今，随着乌军逐渐打回俄罗斯边境，俄本土的军事设施被乌军轰炸得更频繁了。俄罗斯一些官员甚至在边境城镇下令居民紧急撤离。往前推到9月12号，别尔格罗德州州长向外表示，该州边境的洛加切夫卡村遭到乌军炮击，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住宅和电力线严重受损。再往前就是8月份，在短短24小时内，乌军接连对俄罗斯境内6个目标发动了攻击，里面包含了别尔格罗德州弹药库和旧奥斯科尔机场。另外，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的2个弹药库也被摧毁，就连克里米亚半岛的贝尔贝克机场也一样受到了乌军毁灭性的打击。其中，乌军取得的最大战果便是对别尔格罗德州蒂莫诺沃地区弹药库的袭击。该地区呢，距离俄乌边境足足有150公里，已经算是俄罗斯的后方区域了。所以，该地区遭到乌军的打击后产生的影响也更大。从此前公布的卫星图片，我们能够看出，这次被乌军摧毁的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露天弹药库，场地内的弹药至少有几千箱。根据相关信息得知，该弹药库就是伊久姆区域俄军主要的弹药补给基地，而这也为之后俄军的失利埋下了祸因。值得一提的是，从俄境内弹药库运出来的弹药，大都是要先运往别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区域的，之后再被送到前线。至于这次袭击乌军使用的武器，外界猜测应该是 TB2 武装无人机。期间再次利用了西方提供的俄军边线情报，
也就是从俄军探测雷达的边缘外侧潜入俄罗斯境内，然后发射小型的空地导弹，对俄军这个露天弹药库进行打击。在这里啊，大兵不得不感慨，俄军是真的胆大，如此重要的弹药库居然是露天的，而且内部的弹药堆放得如此密集，这才使得乌军仅仅发射了2枚小型导弹，就轻易地把该露天弹药库炸上了天。这次被摧毁的弹药高达几千箱，算下来呢，就是数千到1万发的炮弹，严重影响了前线俄军的战斗力。此外，就是在7月份，乌军使用3枚原点 U 导弹对别尔格罗德州进行了精准打击，虽然都被俄军的防空导弹击毁，但是其中一个导弹的碎片落在民房上，造成了21个楼房和40个私人住宅被毁，4人死亡，4人受伤。还有就是在4月份，乌军派出2架米24武装直升机，以超低空飞行的方式潜入了俄罗斯境内，用导弹袭击了位于别尔格罗德的一座燃料库。而这也是战争打响之后呢，俄罗斯本土第一次受到乌军的袭击。至于俄罗斯为何再次袭击基辅，原因很简单，就在10月8号，一辆油罐卡车行驶到克里米亚刻赤大桥上后发生了爆炸，7个油罐着火，桥面上直接燃起了熊熊大火。受爆炸影响，部分桥面坍塌，整座桥梁的交通都暂时停止了。该桥是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按照普京指示进行修建的，2018年建成，全长19公里，跨海部分7.5公里，横跨刻赤海峡。巧的是，就在爆炸前几天，有消息称，乌克兰方面计划使用远程火力打击俄高价值目标，和美国达成一致。所以也有许多人猜测这次刻赤大桥是遭到乌军远程火力的打击。显然，俄罗斯也是这样认为的。虽然事件发生后呢，俄罗斯方面对这次爆炸的解释是油罐车在过桥时不慎起火引起爆炸，但是看着这个火光、这个规模，还有这塌陷的公路桥，这哪里是油罐车起火呀？很明显就是特别烟头行动 2.0 啊！而该桥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旦俄军无法短时间内恢复该桥的通行，那么从俄罗斯到克里米亚的陆路军援就需要绕亚速海一周，并且经过乌克兰东部的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等城市。可以说，这次大桥的爆炸是直接对南部的俄军造成了战略性影响。对此，俄罗斯还是很重视的。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俄罗斯交通部表示，大桥已经部分修复，开放了道路交通，有1条车道可以供双向交通使用。铁路也在晚上8点前修复了一部分，列车已经可以顺利行驶了。至于完全修复，则是需要1到1个半月。根据全俄保险公司联盟的估算，这次刻赤大桥被炸，损失大概能够达到2到5亿卢布。很显然，2次轰炸基辅就是这件事儿引起的。目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12号向外表示，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是这次刻赤大桥袭击事件的主谋。俄方已经查到了参与这次袭击的12名共犯，其中8人已经被拘捕。至于袭击的过程和所用的工具，宣称是使用炸弹被伪装在塑料薄膜卷中，然后从敖德萨途径经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运来。至于是不是真的，大兵就不得而知了。乌克兰方面呢，对此尚未做出回应。总结来说，随着乌军在各个战线的突破，更多土地收复，乌军将会更接近俄罗斯本土。之后，如果俄罗斯再对乌克兰各大城市进行轰炸的话，俄罗斯本土也将面临着乌军更多的打击。毕竟啊，哪有只能挨打不能还手的道理嘛。